我老公身上有个可怕的秘密，他老家名为绝子镇，代代单传。如果生多了儿子，就必须献祭掉。所以生了儿子以后，我坚决不要二胎，并做了结扎。后来老公的出轨对象怀孕，我立马提出了离婚，不惜净身出户也要换得儿子抚养权。却意外地听到儿子问老公：爸，秦阿姨已经怀孕了，你啥时候跟那只不下蛋的鸡离婚啊？镇长的老婆死了，死在他大儿子成年的这一天。全家人都去帮忙摆席了，席上的一切都很奇怪，灵堂布置得很怪异，巨大的遗照配上了粉色的花圈。照片上的镇长老婆笑容僵硬，满面凹陷，明明这10来年里她都是过着富太太的生活的，可我印象中她却是时胖时瘦，头皮突然一阵发麻。镇长家里无比奢华，摆菜的女人们人来人往，大多数都有些神神叨叨，时不时地露出怪异的表情。有一瞬间，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疯人院里。我抹了一把脸，强行镇定下来。或许是最近村里死了不少村妇，大家压力都大吧。数着肉菜的份数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：下一个会不会就轮到了我们家，轮到了我？我蓦然出了一身冷汗，扣肉的份数不太对，我怎么数都少2份。走进镇长家的4层别墅，想上2楼去问问管事的怎么回事。楼梯转角处，却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：爸，秦阿姨都怀孕好几个月了，你怎么还不着急呀？说真的，你啥时候跟那只不下蛋的鸡离婚？说这话的是我的亲生儿子林佑辰。一瞬间，我的反应却不是伤心或者愤怒，而是汗毛竖起，如坠冰窟。我老公和这个镇子有一个共同的可怕的秘密，他们镇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独子，偶尔有一男一女，也是兄妹。当初我很满意，因为看起来没什么过于重男轻女的招娣风气。他们镇很富有，地理位置也很好，镇中心甚至有地铁站。我第一次上门就是坐地铁来的。地铁口有一块很大的石头，暗红色，就像用血肉盘出来的古董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石头上面用血红色凿出了2个大字，是这个镇也是地铁站的名字，子镇。黄昏下，凹凸不平的石头断面仿佛恐怖片里的东西，张着血盆大口。出站时，2个女人阴恻恻地看着我，把我吓得不轻。后来逐渐熟络，和林园的婚事也定了下来，我才逐渐地忘却了这件事。意外怀孕后，我们火速地办了婚宴，却听到主婚人喝多了发酒疯，祝弟妹一胎生俩，杀一个留一个。婚宴顿时鸦雀无声。我看着中式婚礼上血红色的帘子和红白相间的鸳鸯绣花鞋，蓦然打了个冷战。什么意思？主婚人还在嚷嚷，我们绝子镇不就是这个规矩吗？被人一把捂住了嘴。我吓得一夜没睡。第2天，我就开始上网找线索，终于在一个极为小众的帖子里看到了一张照片。那块暗红色的石头原来并不是天生凹凸不平的，它的头顶被硬生生地敲碎了，就像一个残破的头盖骨。敲碎的部分有一个血色的绝字，绝子镇。这个镇子其实叫绝子镇。我挺着孕肚去找一个从前给我家看过风水的大师，大师面色凝重，竟真有这样的地方。这个村子有祖传的血咒，每个家庭只能活1个儿子，如果生多了，就必须把多余的儿子献祭给唯一的继承人，否则这家就会绝户，所有儿子都活不到成年。难怪这地方怨气冲天，一定要小心。绝子镇竟然真的会绝子。彼时我月份大了，已经来不及跑了。我忧心忡忡地生下了林佑辰，但我拒绝再生2胎，一心让林佑辰做唯一的独子。无论林园和婆家怎么软磨硬泡，我都没有松口，甚至直接去做了结扎。我永远记得结扎那天林园失望的表情。我不理解，可我不后悔。我想这样的话，血咒就不存在了，我可以好好的保护他长大成人。可今天他们却说有了别的孩子，亲儿子被带坏了，但这已经不是重点。如果外面的这一胎是个男孩呢？我不敢想下去了，手里的东西啪嗒掉在地上。我的老公林园和儿子林佑辰同时回头看着我，可2个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。林园带着一丝心虚，而林佑辰眼中却是明显的不屑。他满不在乎地皱了皱眉头，你们女的不都在外面忙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看着眼前的林佑辰，这个被他爸养坏了的儿子，知道他爸有小三，知道小三怀了孕，甚至跟着一起嫌弃我。可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爸爸到底在干什么。但此刻我并不想和他多话，越过他问林园，你找了小三，还怀了孕，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不在意背叛，不在意其他了，我只想知道那个血咒会不会降临在我们家。可回答我的却是林佑辰，他不管不顾地大声嚷嚷起来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又不生，我告诉你，秦阿姨肚子里很有可能是弟弟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我下意识地抬起手，就给了林佑辰一个耳光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林佑辰捂着脸，愤怒地看着我，你打我。而林园只是一脸冷漠地拉住我，别在这里丢人。我转过头，楼道里聚了一群人，神色迥异地看着我。男人眼中闪烁着八卦和兴奋的光，而女人有的带着恐惧，有的却是羡慕。到底为什么？
寒意再次从脚底升起，我逃一般的往外跑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同样是嫁进绝子镇的妇女。她露着一口黄牙，一把拉住我，东张西望后对我压低声音：“有别的女人帮你，这是你的福气啊。”她眼中闪着异样的光，你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跑啥？这句话又让我好几天没能睡好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总有种预感，如果谢周降临，我的命运就会一步一步地靠近镇长的老婆。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试一试抗争。我直接偷翻了林佑辰的手机，找到了这个秦阿姨的联系方式，拨通了她的电话。我没有多废话，直接提出条件，我现在给你50万，你打胎吧。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，她明显的嗤笑了一声，50万，这是嫌少的意思了。我想了想，又试探性的报出一个价格，80万，我再给你补贴打胎营养费和工作时长损失。啪，电话直接挂断了。我却完全想不明白这个态度，听起来他是想要钱的，可是目标数额却远不止这个数。目前我们家总资产也就1800万，林源是不太可能拿出100万以上的现金流给他的。只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？越想越不明白，只觉得有不知道的危险如鲠在喉。我讨厌这种感觉，于是开始漫无目的的去各种小众的网站贴吧去找神贴问线索，却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帖子，祭祀真相。我家双胞胎把弟弟祭天了，孩子成年那天果然暴富了。我点开之后，突然脊背发凉。贴主说，感谢咱们镇的诅咒，哥哥成年那天买的彩票果然中了1000万。想暴富的 V 我3000，我给你介绍我们镇上的人做对象哟。我突然觉得脑子轰鸣了一声，我鬼使神差的在评论区回了几个字：你们镇是叫绝子镇吗？按下回车键的一瞬间，整个房间仿佛都昏暗了下来，灯光好像都闪烁了一下。等待回复的几分钟里，我感觉自己似乎被架在了火上烤。我不断的去翻整个帖子的每一个细节，拼凑出一个隐约的真相。多子家庭在进行了沙子的献祭仪式后，就会取得泼天的富贵。在唯一的继承人成年的那一天去买彩票，就会中得1000万大奖，而且多杀多得。结合小三的反应，我心里几乎已经有了定论。我看着家里的摆设，突然觉得一切都沾满了鲜血。绝子镇的整体富裕是这么来的吗？小三生子，所以他们说我有福气，对吗？林源的1000万家产背后也有一个无辜丧命的兄弟吗？而镇长他几乎富可敌国。我抹了抹脸，删掉了自己的评论，关掉了电脑。整个房子突然就如同破败的古堡一般，让我不安的害怕。我匆匆地拿起包，想出门透透气。一开门，林源放大的脸骤然出现在眼前，我下意识地尖叫出了声。林源的身后，林佑辰不满地走近，瞎嚷嚷啥呀？而林源二话不说，直接拉住我的手臂，你给妙妙打电话了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妙妙就是那个怀了孕的秦阿姨。一时间，我不知道该害怕、生气还是该失望。这一老一小就这么公然质问我，是不是联系了第三者？尤其是林佑辰，我为了保护他，忍着恶心和害怕，他却在嫌弃我，并面对他爸的质问幸灾乐祸。我有点累了，为什么要探究那么多呢？生了他，剩下的不就是他自己的命了吗？我自己跑不行吗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只觉得疲惫。是，怎么了呢？不高兴啊？那就离婚吧。室内突然陷入了沉寂，林源愣了5秒，似乎聋了一般。张熙宁，你说什么？林佑辰却突然兴奋地跳起来，爸，他说要离婚。这生不了了的老女人说要离婚，他去拉他爸的袖子，快答应他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啪！下一秒，林源高高的抬起手，把林佑辰的脸都打得偏了过去。林佑辰短短几天经历人生为2次挨打，顿时慌了神。爸，你怎么？林源没有理他，直接拽着我的手腕进了屋。张熙宁，你不生2胎，我不怪你，但我有想要2胎的权利，你我互不干涉，离婚不可能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。林源，我可以给他让位的，你没必要这样，够了。林源打断我，明明他是加害者，却一脸疲惫的样子，离婚是不可能的，做好各自的事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我转过头，看着林佑辰一脸愤恨地瞪着我，一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。我想，我还是决定出门散散步。打开手机，却收到几条短信，那个帖子别再评论了，想跑就赶紧离婚，用最快的速度净身出户，装作什么也知道，否则你就跑不了了。你改变不了绝子镇，也救不了绝子镇的孩子。马上打电话回去，对方却已经是消耗的状态。我不安地踱着步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居民中心，却听到几个邻里在讨论李家媳妇刚才上吊自杀了。我脑中的那根弦瞬间崩断，又是去葬礼上帮忙，仿佛命运的轮盘又转到了同一个位置。而这次我想的却是到底还要不要不顾一切去救林佑辰？万一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呢？理着肉菜，发现扣肉又少了2盘的时候，我终于想起来，我和这个李家媳妇见过面。她那天是和我一起清点菜式的，有什么隐秘而恐怖的东西在指引我。
我越发觉得心慌，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开始寻找那2盘扣肉。终于，我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了它们。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2张纸条被裹在保鲜膜里，藏在了盘中。我颤抖着手打开第1张，你一定已经看到我的留言了，千万不要被人发现纸条里的内容。我想告诉你这里的女人的秘密，我想救你。心脏飞快地跳了起来，仿佛所有的鲜血都涌进了头脑。我努力地稳住颤抖着手，打开第2张纸条。我终于知道了绝子镇最恐怖的秘密。为了让外嫁女闭嘴，祭祀都是由嫁过来的女人动手，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完成祭祀，背上杀人的罪名，自然就会永远封口。短短几10个字看完，我浑身的汗已经多得仿佛刚被水洗过一般。稍微一用力，纸条就被我泡烂钻破，可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已经清晰地烙在了脑子里。我站起身，贫血让我两眼一黑。在清醒时，一道闪电划过脑海，镇长老婆的遗照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我终于知道他家的真相了。他不停地秘密生孩子，再杀孩子，最后终于彻底崩溃，选择自杀。今天的这一位，应该也是同样的命运。绝子镇绝的不光是子，更是所有不慎落入这个深渊的女人。那如果秦妙妙生的是个男孩，死的是那个婴儿，还是林佑辰？被迫动手的又会是我还是秦妙妙？会是谁一生背负着亲手杀子的沉重负担，永远无法获得灵魂的自由？我不敢再想。等忙完回到家，天已经黑了。上厕所时，小腹突然一阵剧痛，我熟门熟路地从洗手台的镜柜后面拿出一瓶布洛芬，吞下了一粒。结扎对身体的副作用还是很明显的，最常见的就是月经不调的问题。从前我雷打不动28天来一次例假，从不通经。现在不仅月经不调，还会时不时的剧痛，妇科炎症也多了，从来都不会有人陪我去医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情绪明显的比以前不稳定了。我变得精神敏感，容易想太多，偶尔发脾气时，林佑辰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嫌弃。我坐在马桶上，茫然的思考，还要再试最后一次吗？最后一次试试救救自己和怀胎10月的儿子，还要再试试吗？这样想着，我打开卫生间门，突然被吓了一跳。林佑辰直挺挺地站在外面，他撇撇嘴，你身体不好就应该早说的，我和我爸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这话说的我血压一下就上来了，这样哪样？怎么小小年纪爹味儿这么重？林佑辰下意识地撇了撇嘴，你就口是心非吧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以后弟弟来了，也就只有我还能向着你一点了。你又生不了了，这个家有你一席之地已经很好了，还想怎么样呢？妈，咱俩相互道个歉吧，你以后不准再对我动手，我可以劝劝爸爸别和你离婚。这一刻，我深刻而清晰地意识到，这个我10月怀胎的孩子，早已经变得和他的爸爸一样愚昧而自傲，无药可救。他是绝子镇的血脉，就像那些被拐卖的妇女生下的孩子一样。他不愿意被我救赎，我也同样救赎不了他。何况人的心被一次一次的刺伤后，终究是会死去的。我平静地推开林佑辰，我不需要，以后你照顾你的小三阿姨就行。林佑辰只听了这么一句，就已经受不了了，脾气这么差，你可别后悔。这次我没抽他，我直接离开了家。我想明白了，因为献祭就会报复这一点，我永远也阻止不了什么。打掉这个小三，也永远会有下一个小三，下一个孩子。那么我的结扎受苦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要为自己打算。我去做了结扎复通手术。镇中心的医院很大，和地铁站靠在一起，莫名的有种阴森的感觉。但住院这几天还是倍感轻松，不用做繁重的家务，好吃好喝的伺候自己。术前有护士定期监测健康状况，仿佛是来疗养的。做结扎的手续和要求很多，复通却很简单，自己签字就行。全麻之前，医生问我要不要叫个临时护工，我拒绝了。躺在床上，外面逐渐的变得黑暗，窗外的枫树突然开始疯狂地晃动，黄绿色的叶子骤然变得鲜红，纷纷扬扬，血雨一般的散落，一片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用手去挡，手上骤然一道口子，血滴在枫叶上，它突然枯萎吸收，变成了深紫色。我害怕了起来，我用病房里纯白的被子裹住自己，谁在装神弄鬼？树声逐渐的停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一声凄厉的尖叫从我被子里传了出来，我的被子从里染上血色，直接沁出了床单。我呀的一声跳下床，把被子扔掉，一只黑猫叼着半只乌鸦跳出来，肠子留在床单上。它血色的眼睛目光灼灼，明明没有张嘴，却发出了声音：张熙宁，你想死在这里吗？极度惊吓里，我小腹急剧紧缩，血块从我身下汩汩流淌。黑猫呜了一声，快速地跳出窗户，消失在茫茫夜色。啪嗒，门把手被转动的声音传来，我3步并作2步想抵住门，却已经来不及。一个没有瞳孔的小男孩拎着一个红色的桶对着我：阿姨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这才发现他的2只手是相反的，就像被拧断再重组了一般，每走一步都有暗红色的血液滴落。而他手上的红桶，不，那并不是红桶，那是一只透明的桶，盛满了他自己的血液。
没有瞳孔的小男孩还在不断地向我靠近。阿姨，帮帮我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？他手里的桶向我高高的举起。我骤然惊醒，林佑辰正坐在我的床边，喋喋不休。醒了，你们女人果然都是口是心非的物种。既然你都腹通了，给我爸生个二胎，我就原谅你。我把输液架抵在他胸口，声音尖锐到变了形。别靠近我！输液带淋了他一身，针头强行扯离血管，血溅了一床，竟然有点像那个梦里的恐怖场景。林佑辰原本下意识的就想爆粗口，却也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。护士和林源听到动静冲了进来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陪护的？林源抬脚就想踹林佑辰，没用的东西，怎么让你妈受了伤？我没有阻止，平静地看着林佑辰挨了一脚。我以为他会恼羞成怒的解释，可林佑辰却只是带着心虚地说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是对谁说的，但不重要了。他不知道今天意味着什么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执意做结扎，为的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死神，试图避免绝子镇一贯的悲剧。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向了黑白无常。正想着，林源给我按住了手上的针孔，他一开口就是熟悉的配方西宁。既然你想通了，那我们就各退一步吧。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逐渐冷下去的神情。现在你的手术成功，又有生育能力了，等你调理好了，咱们就开始备孕。我让秦妙妙打胎，我们还是好好的一家人。我都笑了。你以为我想通什么了？我从床头柜的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递给他。林源，我正式通知你离婚。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我不要林佑辰的抚养权，也不要任何财产。转头看着刚打完游戏神色呆滞的林佑辰，如你所愿，我净身出户。签字吧。林佑辰猛然抬起头，妈，你说什么？我是和林源一起坐车回去的。他没有直接拒绝我的离婚提议，但也并没有签字。他说他需要时间考虑。我知道他在拖，强行逼迫也没有用，我只能先回了家。林佑辰一路上一言不发，低着头却没在玩手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提出净身出户时，他眼中的情绪我不是没有看到。按理说，他不应该劝他爸赶紧同意吗？车很快就开进了家门。家里有2个卫生间，林源和林佑辰在1楼淋浴，我在2楼泡澡。我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打开了所有的灯。梦里的每一幕似乎还真实地发生在眼前。我把头沉进水里，试图摆脱这些画面。门把手转动的声音悄然响起，我猛然睁开眼，一张扭曲的脸与我四目相对。我吓得呛了一口水，猛然坐了起来。是林源，他面色潮红，就如同刚喝了酒一般。我吓得气都喘不顺，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。他一言不发地走上前，给我拍了拍背。我摆摆手，想让他先滚出去。下一秒，林源却突然紧紧地抱住我。我能感受到他的胸膛传出来的热度，此刻觉得无比烙人。我想推开他，可他的力气突然惊人的大，手臂紧紧地箍住我，让我动弹不得。他单手脱掉自己的外套，就这么踏进了浴缸。我终于反应过来，开始剧烈挣扎。林源，你这是婚内强暴。他没有回答，喘气声越发粗重。我用指甲抠他的手背，他也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。真恶心啊！水花声持续了很久很久。等到林源终于松开我，我就像一条死鱼一样，毫无生气地躺在浴缸里。我抄起沐浴露就砸在他头上，他没有避开，只说了一句：西宁，你会理解的。我喘着粗气，疼得落下泪来。理解吗？我只觉得恐惧以及恶心。之后，一切又仿佛恢复了原状一般。林佑辰对我的态度正常了很多，虽然我还是不愿意搭理他。林源开始经常带我吃大餐，我也没强行拒绝，没必要亏待自己。唯有那份消失的离婚协议，就像那张泡烂的纸条一样，时不时地拨弄着我脑子里那根弦。我想了很多原因，最后只能得到一个推测：我做了腹通手术后，林源可能又动心了。当然不是对我，而是对我的肚子。我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，做了腹通手术，以为有了小3的肚子，林源不会动我，却不想他竟然婚内强暴我。我猜他贪心不足，还想再弄一个孩子，多报复1000万。如果我不慎生了2个儿子，那我的双手必然会沾满鲜血，必然会永远背着不可饶恕的罪名，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有的出路似乎又被命运黑色的手堵死了。我带着10分的惊惧，不得不再次去拜访了那位大师。他掐着指头，皱了很久的眉头，最后猛然睁开眼。绝子镇最深处的秘密，你根本还不知道。这样下去，你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仿佛听到天塌了的声音。我的指甲死死地扣在桌上。大师，你把话说明白点。他递给我一沓黄纸。绝子镇的死结在于人性，明明有血咒的存在，但为了利益，所有人都选择了牺牲无辜的生命，使血咒永远无法解开。如果你猜不透人的行为，就永远也获得不了自由。我皱起眉头。大师捋了捋胡须，你还不知道祭祀方法吧？女人被迫用任何方式，只要让这个孩子死在祭祀场里，之后再用朱砂把孩子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烧掉，仪式就算完成。我疑惑地看着黄纸，可是我要这个干嘛？
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又递给我一枚黑色的吊坠，这是转胎丸，我算算，你未来会用得上。他高深莫测地看着我，血咒永远无解，只希望你能做出对的选择。原本就一头问号的我，脑子更加迷糊了。人在迷糊的时候，总会做出一些不适宜的决定。我把秦妙妙约进了家，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圆滚滚的，仿佛一枚炸弹。在我的生活被炸碎之前，我还是想试一试，先行逃离。我开门见山，我给你让位，秦妙妙，净身出户，一切都归你，你只需要说服林园同意签离婚协议就行，你随便开价，我都给。我以为秦妙妙会得意或者警惕地谈条件，却不想她的头瞬间摇成了拨浪鼓。不行，你他妈别坏我好事。大师说，猜不透人的行为就无法获救。别说绝子镇的人，我此刻连秦妙妙的行为都看不懂。我只能尽量语气平静地问她为什么。我甚至给她看了离婚协议的副本，我什么也不要，一切都会是你的。你既然选择做小三，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而秦妙妙直接略过了我手里的文件，谁说我要和他结婚？她掏出手机，点开一张图，推到我面前，我摊牌了，你自己看。我点开图片，每读完一个字，都觉得温度降了1分。我和林园之间根本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交易。怀孕100万，生男孩100万，女孩50万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生了男孩并亲手杀掉祭品，再给150万。他笑容逐渐癫狂起来，一共是350万，明码标价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所以绝子镇所有的血咒和祭祀相关的秘密，你都知道，对吗？他轻蔑地笑笑，你肯定多少也知道点吧，否则为什么要结扎来让林佑辰那个兔崽子当独生子，彻底免于祭祀？但那可是1000万啊，张熙宁，你不想要，但你老公想要，我也想要。他盯着我的脸，张熙宁，其实你老公还挺爱你的，你不想生，他就让出去300多万，让你什么脏活也不用干，就能享受荣华富贵，你跟着他得了呗。我脱口反问他，这爱给你要不要？秦妙妙吓得连说10遍退，别，我可只要钱。这应该是秦妙妙的心里话，只生不养就能拿到300多万，不用处理老公的糟心事，也不用养你那种傻逼儿子，多好的生意。狗才结婚。我终于明白了那天葬礼上那个女人为什么说我有福气了。有什么东西从我脑中一闪而过，所以你怎么能肯定被献祭的是你的孩子，而不是林佑辰呢？万一你的孩子更优秀更聪明呢？当然是因为门把手的声音就在此时打断一切。林佑辰面无人色地从门后走出。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还没反应过来，林佑辰已经不管不顾地拉住我，绝子镇献祭儿子的说法真的不是大人吓唬我的，对吗？我沉默了几秒。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所以妈妈，你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我，是我自己毁掉了你对我的付出。秦妙妙神色冷漠地看着他，他抬起头，怨怼地去扯秦妙妙，你这坏女人，你毁了我的家庭。秦妙妙抬手就给了他一耳光，小贱种，是你自己没珍惜，没把你祭天就回房间偷着乐吧，别找抽。我在一旁平静地看着。林佑辰，我的儿子，终于知道了一切真相。可秦妙妙即将临盆，我也已经复通，林佑辰对于任何人而言，都再也不会是唯一的火种。林佑辰，我从前不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怕你知道以后被绝子镇的人永远禁锢起来。我认真地说出心里话，而且我是一个母亲，但更是一个独立的人。我本就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，想生就生，想结扎就结扎。可你们却把这标记成了我的错误，甚至家庭的污点。从前结扎保护你，是因为爱。我摇摇头，可是林佑辰，你还配我不顾一切的付出吗？林佑辰无力地滑落墙角。秦妙妙站起身，话已经说完，我该走了。等我生完孩子，你离不离婚我都不会干涉。他回过头，但是林园真的会放你走吗？第二天如果不是林园提醒，我都忘了今天是儿子的生日。他诚恳地提议，儿子都18岁了，一起出去好好的吃顿饭吧。林佑辰也小心翼翼地问我，妈妈，咱们去吃你一直想吃的海胆，好不好？看着林佑辰如同丧家之犬的眼神，我叹了口气。可我和林佑辰都没想到，一上车，林园就按下了锁车键，猛踩油门，直接把车开进了镇医院的地下。他面无表情地从后视镜看着我，对不起，熙宁，但是秦妙妙要临盆了，过了今晚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脑中的弦瞬间断开，而林佑辰更是面无血色。他终于彻底明白，他在他父亲和秦阿姨眼里不过是一张兑奖支票，他的风险，他的情绪都没有人在意，而唯一在意过的人被他亲手推开了。林园解锁的一瞬间，林佑辰迅速地推开车门想跑，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已经将我们团团围住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林佑辰为了提前入学改了生日，后来为了骗过学校和同龄家长举报，就硬着头皮按身份证上的日期过生日，养成习惯直到现在。可实际上他还有大半年才能成年，献祭仪式已成必然。我几乎开始双腿发软。一群人簇拥着我们进了一个巨大的电梯，护士的笑容无比狰狞。
他掏出一张特殊的电梯卡，刷卡后按下了一个血红色的按钮，我的心和电梯一起猛然下坠。电梯停在了从未出现过的地下3层，护士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左拐就是特殊妊娠病房哦。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在前面，越走诡异的熟悉感越强烈。林佑辰如同被鬼咬了一般叫了起来。就在同一时间，我终于意识到，这里就是觉子镇的地铁站底下。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，可以准备祭祀了。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。我慢慢地转过身，镇长带着手下的人守住了每一个出口，而他自己拄着金丝楠木的手杖，站在了电梯口前。觉子镇的仪式从未出现过意外，今天也一样。担惊受怕了太久，真的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反而平静了一些，没有那么打战了。我直视着林媛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至少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吧。我看着他有些心虚的眼神，祭品不会是林佑辰，对不对？继承人选是你自己决定的，对吗？林媛舔了舔嘴唇，正准备回答我，镇长却在此时插话，笑道：就是天道，谁是贡品，谁是继承人，当然只看长辈的喜好。林媛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，但我已经来不及逼问，因为护士大喊出声，孕妇羊水破了，都做好准备，秦妙妙要生了。通道里瞬间变得混乱起来。我捏了捏口袋里的小刀和辣椒水，默不作声地辨认着操作室的瓶瓶罐罐，把一大瓶强腐蚀性的液体放在窗台上，伸手就能拿到。此时秦妙妙却突然要我和她单独说2句，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撞墙，让孩子胎死腹中。我只能单独进入病房。秦妙妙看起来很痛苦，汗水打湿头发，凌乱地贴在脸上，可她却还有余力，对我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。其实林媛骗了你，你那个傻逼儿子怎么可能做个好的继承人？我肚子里的男孩马上就要踩着你儿子的命迎接荣华富贵了。恍惚间，我又看到了腹通手术后的那个恐怖梦境。那个手被反拧的小男孩突然长出红色的瞳孔，变成了一个男婴的样子。他拎着一出鲜血的小桶扑向我，为什么要伤害我？我晃了晃脑袋，摩挲着胸前的吊坠。转胎丸真是个好东西啊！分娩到最后，秦妙妙短暂地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我已经抱起了襁褓里的婴儿，脸色铁青。她看着我，得意地笑了。张熙宁，你算计了那么久，是不是没想到自己的转胎丸坏了事？他眼中尽是疯狂。你知道我托人查到是个女胎的时候有多崩溃吗？还好那天我认出了你的吊坠，感谢你的转胎丸，我和我儿子会分你点好处的。哈哈哈哈！林媛和林佑辰刚好进门，震惊地看着他，而我没有回答。镇长就在此时让人把我往外拉。别废话了，快开始祭祀，不要节外生枝。一群人推推搡搡地把我们往外挤。通道另一侧的地铁站底下挂满了孩童的尸体，这里就是祭祀场。2个女人，谁负责杀了这个孩子？而我就在此时解开襁褓，把孩子高高的举过了头顶。没有必要做这个仪式了，因为根本没有第2个儿子。我手里的女婴受了凉，发出巨大的哭泣声。时间退回到1刻钟之前，我摩挲着吊坠，最后取下塞进了兜里。绝子镇的因果，我绝不会再插手。女婴的啼哭引来了秦妙妙绝望的哀嚎。为什么？你这贱人！她连滚带爬的出来，你为什么没有用转胎丸？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林佑辰的脸在这一瞬间血色褪尽。我把孩子重新包好，并没有看他一眼。秦妙妙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转胎丸的秘密，但我晃了晃吊坠，并没有用转胎丸。我没有上当，并不是因为识破了你的激将法，而是因为你生男生女还是生个叉烧包，我都不想干涉了。秦妙妙当场跌坐在地。我的350万。而林佑辰抬起头看着我，妈，你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安危了吗？他就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一般，即使有可能这个贱人生了儿子，即使我有可能会成为那个祭品，你也不在意了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了。林佑辰，是你自己毁掉了保命符。他终于瘫软在地，如同一滩烂泥一般，失去了所有的活力。他嘴里还在喃喃低语，我错了，我害得我妈失去了自救机会。下一秒，身后响起尖叫声和婴儿的啼哭声。我僵硬地转过身，秦妙妙握着一把匕首，一刀一刀把婴儿捅成了一滩血肉。我惊呼出声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疯了，他满脸鲜血，杀一个孩子加150万。林媛，人我杀了，你不能赖账。300万，你要给我300万。而林媛的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，他甚至没有走进去看一眼那个婴儿。生女孩，我就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多余的贡品，不吃贡就没钱。他掏出一张支票丢在他脚边，拿着50万，滚吧，你杀了人也不可能告我了，识相点滚吧。林媛转过头，接着看着我，熙宁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俩能过更好的日子。他缓缓地低下头，匕首的刀尖穿透他的胸膛。秦妙妙拔出刀子，那你也去死吧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一瞬间林媛爆发出最后的力量，把秦妙妙的后脑勺重重地按向墙角，血流成河。
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住了。是林佑辰最先反应了过来，救人，快救人！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嗓音，医生呢？护士呢？为什么没人？明明是在医院，可是所有人就这样包围着，看着两个人的血和脑浆慢慢流的干。镇长罔若未闻，拄着手杖看着我，林家媳妇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的话，你也不能离开这里了。他挥挥手，一群人向我缓缓地走来，我握住兜里的防身器具，而下一刻，林佑辰突然抄起窗台上的医用试剂，开始乱泼。镇长猝不及防地被泼到，捂着脸就开始惨叫。他捡起奇妙妙的刀子，又瞬间划破两个人的脖子。混乱中，一只手把我推进电梯。妈妈，你走吧，去重获自由。这就是林佑辰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而我真的没有回头，我一气呵成地跑进车里，启动，直到开出去200公里。林源和林佑辰无一幸存，镇长也死得很惨，但这件事并没有传出任何风声。意料之中，这样的秘密是值得全镇的人拼死守护的。我给父子俩立了衣冠冢，再也没有回过觉子镇。不动产我一个都没要，只转走了林源账户里的500多万元。已经平稳地过了几个月，一切就像一场梦一般。在林佑辰农历生日的前一天，我去给他们扫墓。我用朱砂把林佑辰的生辰八字写在黄纸上，在他的墓碑前烧掉。做完一切，我艰难地抚着肚子站起来。旁边有个小姑娘来帮忙，姐姐这是怀孕6、7个月了吗？我笑了笑，快5个月了。小姑娘开心地祝贺我，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吗？我妈撒着胸口的转胎丸吊坠，不重要，因为结果都会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那次的婚内强暴会让我这么快就有了2胎。现在所有邻里朋友都很关心我，说我丧夫丧子，一定过得很艰难。可只有我知道，不用处理和老公的糟心事，不会再有养歪了大号伤我的心，重新好好的培养小号，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。更何况这个孩子会在成年那天资产1000万。